未婚妻带着彩礼连夜跑路后，我反手就抓来了刚考上大学的小姨子来顶包，并威胁道：“你也不想你姐姐因诈骗而坐牢吧？”钱是我的未婚妻杨晴收了500块钱的彩礼和3金后连夜跑了，导致第2天婚礼上没了新娘。我们家被村里当成了笑话议论了好多年，如今我却重生到婚礼前1天。我赶紧对爷爷等人说：“别收拾了，新娘子已经连夜跑路了，明天的婚结不成了。”爷爷李卫国瞬间皱起眉头：“别胡说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胡咧咧，传出去可要被人笑话。”我爸也气得不轻，上前就要打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胡闹？孩子这话可不敢乱说，多不吉利。要知道农村人的嘴巴可以杀人，他们不仅喜欢看热闹，也喜欢背后嚼舌头。哪家过年没吃上肉，可能都会被嘀咕好长一段时间。如果结婚当天没有新娘子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我没胡说，杨晴的娘们已经跑了，去了省城打工。此时在屋子里的都是自家人，不是亲戚就是村里沾亲带故的叔叔婶子。闻言不由个个惊讶，我爸也着急了起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杨家怎么能这样？爷爷李卫国也是脸色阴沉起来。他们杨家怎么能这么干？不地道，太不地道了！这是要逼死我们李家呀！不能让他杨家这么欺负人。爷爷李卫国当过兵，在村里很有威望，阴沉着脸吩咐一名中年男人：“姚人二狗子，你把咱村的小年轻都叫过来吧，让三子他们把车开过来，我们一起去杨木庄找他们姓杨的讨个说法。”我妈哭起来：“咋就出这么个事啊？这让我们李家以后怎么做人了？”哭，这时候哭个啥？我还不能哭了，明天婚礼怎么办？新娘子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，没了再找。就是说的倒轻巧，咱们老脸都丢尽了。那能怎么办？事都出了，你哭个屁啊！我见爸妈吵起来，当即说道：“没事，杨晴跑了，她不是还有个妹妹杨雪吗？就让她妹妹顶包当咱们家的新娘子。她家要是不答应，就砸了她家的锅，拆了她家的床，掀翻她家屋顶。她要是不同意，就把她绑过来。无论如何，明天结婚必须有新娘子。”二龙，你想让你小姨子替嫁，这能行吗？姐姐跑了，让妹妹顶包替嫁，怎么不行？二龙的小姨子我见过，特漂亮，还是大学生，绑过来做媳妇最好不过。我看行，他们家要不同意就来硬的，总不能让咱叔家明天结婚没有新娘子，丢人现眼来的好。我爸第一时间是想反对的，但见我目光灼灼，心下不由一动，也有了同样的心思。杨家1儿2女，就属3女儿杨雪最漂亮，而且还是个大学生。如果李家能娶个大学生，那可再好不过了。80年代的大学生可是稀罕物，儿子不争气，没考上大学，能娶个大学生儿媳妇，那以后生的孩子指定也能考上大学。啥也不说了，这主意我看行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对，别再让杨家小女儿也跑了，那就啥也捞不着了。思绪只是那么停滞了片刻，众人也都跃跃欲试起来。一来这是大热闹，二来农村平常没啥事，好不容易碰到事了，还是帮自家亲戚出头，自然个个摩拳擦掌。此时月朗星稀，杨木庄2排的杨家正心烦意乱，几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，重返1980年，再次面对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。我果断带着全村的老少爷们杀到了他家门口。既然老大跑了，那就让上大学的小姨子替嫁。杨家的人给我滚出来！谁啊？大晚上的敲什么敲？杨家的给我出来，不然老子踹门了！我气势汹汹地朝着院内喊话，这个家门我可登过不少次，当年为了讨回3金彩礼，天天跑过来闹，但杨家的人就是不还，今天必须先声夺人，要镇住杨家，不然3金要不回，明天结婚又没有对象就亏大发。别废话了哥，上门吧！快开门，不然砸你家门了！杨雄皱起眉，谁呀？大晚上的来我家找事？他听声音便知道外头有不少人，心里不禁犯嘀咕，吩咐儿子杨广：“你一会翻墙头去把王胖子找过来。”王胖子是他家亲戚，附近的大混子。这时候我爸开口了：“杨雄，我是李元朝，快开门，有事找你商量。”杨雄立马察觉是亲家找上门了，定然是自家女儿逃跑被发现了，但2村隔得挺远，女儿傍晚跑的路怎么这么快就传到那边了？但还是强装镇定：“李元朝，你带这么多人是想干嘛呀？想打架吗？让我们杨木庄没人了是吧？”我此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：“爹，你让开，让我们撞开他家门。”杨雄一听我们打算撞门，立即从屋内出来。他看见我们这么多人，个个气势汹汹，心头不由一紧。你们想干嘛？别乱来呀！杨广此时跟个狗一样悄悄溜走了，边跑边喊：“大家伙儿快出来呀！李家村打过来了，快出来呀！”我根本不在乎跑出去叫人的大舅哥，而是怒视杨雄这个便宜老丈人。杨晴呢？杨雄不禁瞪眼：“小混蛋，怎么和我说话呢？书都不知道叫了。”叫个屁！你女儿是不是逃跑了？我丝毫不给他一点好脸子，上辈子这老家伙没少给自己添乱。老爷子李卫国站出来望向杨雄：“小杨，你家女儿呢？明天咱们2家就要成亲家了，把我那孙媳妇叫出来让我看看吧。”杨晴她出门买东西了，明天早上就能回来。爷爷李卫国心里一沉，看来二龙说的是真话，杨家大丫头真的跑了。周围人也同样如此猜测，个个眼神不善起来。去哪里了？快让她回来，别是跑路了吧？你们杨家可别做人不地道。杨雄依然嘴硬：“我女儿怎么会跑？她明天可就要结婚了，
是你李家的人了，能跑到哪里去？他只是去县城采买些东西，赶明就得回来。老太太赵娟急赤白脸的对李卫国说：“老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杨家可没亏待你家孙子。他上次来我们家，老太太我还炖了老母鸡给他吃，咱们都要成亲家了，你还揪着这么多人来我家，不想做亲家了呀？”他看到这帮人面露凶光，心里不禁犯怵。孙子他宝贝，儿子他也宝贝，可不能被打了。呸！老太婆，你少说话，不然姨会第一个打你。我露出厌恶的表情。老太太最难缠，几次装疯卖傻，要不是自己家都是老实人，非打死她不可。但那是上辈子，这辈子谁做老实人了？老太婆再敢耍横，今儿非揍她不可。你这混小子怎么和我说话？我可是你奶奶。奶奶的腿，你也配？老太太刚说一句就被对了回来，气得脸都红了。奶奶别生气。旁边扶着老太太的杨雪安慰了几句，也微微皱起眉，心说这个姐夫怎么大变样了呀？但看到奶奶气呼呼的，她心里有一点阴暗的爽感。杨雄，我儿媳妇呢？是不是跑了？你给句准话，我们家明天可就要办喜事，你们家不能这么做事。喜事没有新娘子，这不是让我李家丢人现眼吗？你必须交出新娘子，不然今儿这是不能善良。杨雄自然不会轻易承认，没有的事，就是去县里采买东西去了。你这老东西还在骗人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家？我见便宜老丈人还在硬熬，多年怨气再也忍不住。当年接亲的时候就是各种忽悠，最后新娘子没接到，宴席上一众亲戚眼睁睁地看着我家成了笑话，在当地被嘲笑多年。从那以后，李家出门都抬不起头，说媒的也不来登门了。爷爷更是郁闷了好几年，最后带着遗憾离世。今是说什么也不能吃这个亏。杨晴偷了彩礼，坐车去了省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什么省城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杨雄一家人见我戳破了女儿逃婚的事，顿时一惊，把3金给我还回来。还有500块钱的彩礼钱，新娘子跑了，你彩礼必须还回来，咱们再谈其他赔偿。可3金都被偷走了，500块钱的彩礼钱也被偷了，杨家哪里拿得出来钱啊？杨雄脸色铁青，没说话。老太太耍起无赖，老天爷啊，你们太欺负人了，当我们家没人是吧？什么彩礼给了我们凭什么退？你们有本事就打死我们拿回去。老太太还想着给她孙子筹备结婚，彩礼自然不想退。退什么退？我家大丫头又不是死，你们等她回来就是。他人都跑了，他能回来个屁啊！我们家明天就结婚了，我们没有新娘子算怎么个事啊？你们杨家就是这么干事的吗？李元朝见杨家如此无赖，气得上前几步就想动手，他一动，其他跟着来的人自然也摩拳擦掌。你们想干嘛？别乱来呀！杨雄等人不由紧张的往后退，面对这么多人还是挺吓人的。杨雪怕自己父母被打，连忙劝我：姐夫，你不能这么干，我姐跑了，我们给你找回来就是，你千万别干傻事。找回来？呵呵，我明天就结婚了，你能在这之前去省城给我找回来你姐吗？我看着便宜小姨子冷笑了声，省城那么大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人？那等于大海捞针。我此时又仔细瞧了瞧这个便宜小姨子，身材不错，脸蛋很俊俏，还是大学生，听说是化学博士，毕业后在化妆品公司工作，一年几百万的收入，是杨家最有出息的一个。若是娶过来，比他姐可强多了。我明天结婚，必须有新娘子，你们要是不想退3金还彩礼钱也行。小姨子，你代替你姐跟我结婚吧。杨雪顿时脸一红，愣在了原地。重返80年代，再次面对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，我果断集结全村人口杀到他们家去。既然老大跑了，那就让上大学的小姨子替嫁。上一世这个便宜小姨子毕业后在化妆品公司工作，一年几百万的收入，这不比娶他姐强多了。杨雄见我竟然打起了他小女儿的主意，立马破口大骂：二龙，你小子想什么美事呢？和你订婚的是大丫头，可不是二丫头。我这丫头可是大学生，彩礼钱起码1500块，光给3金自行车缝纫机还不够，还得全套家具，最好还要有一间红砖大瓦房才行。闻言，我不禁在心中开始怒骂：真不要脸啊！大女儿已经带着我给的彩礼跑路了，如今还想再要一份，我看你是在想屁吃。我并没有惯着她，大手一挥：既然我媳妇跑了，你家必须赔给我一个新的。杨雪我要定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年轻力壮的率先擒住杨雄，然后另一批人挡住王红梅和老太太，我则带着几个人去抓杨雪。你们敢动手，老娘跟你们拼了！老太太赵娟眼看李家竟然真敢动手抓人，立马急了，扑向人群，可还没走过来，就被几个小年轻给架到一边去了。别动我娘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杨雄一看自家老娘都被架走了，顿时急得眼睛通红，也想拼命，但架住他的人都不是好惹的，一个汉子立马一脚踹过来。再吵吵我弄嘎你啊！再看杨雪这边也是疯狂的大叫：我不走，我不嫁给你，我是大学生，你们不能这样子对我，你放开我！眼看杨雪就要被带走，突然冲过来一群人，带头的正是刚才悄悄溜走的杨广。杨广，你小子还敢回来？我怎么不敢回来？况且我是来给你送福利的。什么福利？我最近在做的美食任务，跟着商家在各大商城平台做推广，做美食点评，每天最少可得50到150。打开咱们的微，点发现，点视频号搜索10粉元，给客服发个797，等待客服回复即可。好的。
一会我也去试试。放开我妹妹！他带着村里的熟人终于赶过来了。一名胖子凶神恶煞地指着李家众人喊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这位叫王胖子的是一个大混混。阳光眼看着我拉着他妹妹往外走，人模狗样上前拦住了去路。他还指望这个妹妹再给赚一笔彩礼钱呢。我一看这个便宜大舅哥拦着自己，立马眼里充满愤怒，不客气的一拳头打过去。去你妈的！上辈子接亲的时候，自行车缝纫机都送过来了，这家伙还装无辜说妹妹在化妆，让我等一等。最后才知道新娘子连夜跑路了，而送过来的东西都被这个大舅哥据为己有。哎呦喂，你敢打我！挨了一电炮的杨广不禁呼痛，看我这边动手了，顿时所有人打成了一团。砰的一声枪声，所有人听到枪响，下意识地停下了手中的事情。这时候安静下来后，才终于听到了警车的声音。虎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三爷爷放心，有我呢，肯定给你主持公道。威武青年名叫李虎，是李家这一脉比较有出息的人，人狠朋友多，还是公安，谁都要给个面子。一群杨木庄的人也认出李虎的身份，个个露出警惕审视的目光。王胖子偷偷往人群后躲了躲。我前几天才犯事，可不敢落在这人手里。胡子哥，我松了口气，有胡子哥这个公安在，事情就好办许多了。李虎对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扫视了在场所有人一眼。你们是在聚众打架吗？一群人全都摇头，谁也不想被抓进局子。老太太赵娟突然挤过人群，坐地上哭叫起来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，你可要给我们家主持公道啊！有人想抢我家孙女当媳妇，这不是强盗是什么？”行了，你家做的屁事你还有理了？李虎可不给好脸色，前因后果他知道。三爷爷家明天没有新娘子，肯定得被人嘲笑。杨雄，你女儿跑路了是不是？他看向鼻青脸肿的杨雄，杨雄被好几个人围住，可没少挨打。李胡子，你可不能偏袒你自己家人了，我女儿没有跑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再说话，把你嘴巴缝起来。闻言，王红梅脸色涨红，但李虎的名声让他不敢再说了。杨雄却知道老婆的意思，不承认，坚决不能承认。我女儿没有跑，她就是去采买东西去了，明天就能回来。心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，大不了让李家告他就是了。他们有亲戚在法院呢。胡说八道！你女儿已经坐车去省城了。虎哥，我3斤都被杨庆偷走了，他人也跑了，他们杨家这算诈骗罪吧？把他们都抓起来关进局子。什么诈骗罪？你胡说什么？杨雄急了，赶紧辩解。80年代的诈骗罪还是挺严重的，他可不想背上这么大的罪名。见状，李虎眼前一亮，不错，是这么回事。诈骗罪起码得关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严重的无期徒刑。老太太赵娟坐地上哭喊：“你们公安吓唬谁呢？你说判就判，你以为你是大元帅啊？”李虎呵呵一笑，看向杨雪：“老太婆，你别和我耍混，你不信我说的话，那你问问你家大学生，他比你懂法，你问问他诈骗罪能判多少年？”奶奶，诈骗罪很严重的，真的能判好几年。我看火候还不够，指着便宜大舅哥杨广说：“胡子哥，先把这家伙抓了。”李虎也懂我的意思，这是要擒贼先擒王。杨家就杨广一个男丁，宝贝的不得了，拿下杨广的其他事都好办了。把他抓起来！一声令下，几名公安冲向杨广，把这1.8米的大个子按在了地上。杨广疼得嗷嗷叫：“爹，救我！救我！我不想蹲监狱！”哎呀，我孙子，哎，我宝贝大孙子！老太婆赵娟听着孙子惨叫，又哭又喊的，然后埋怨自己儿子：“杨雄，你个狗东西，还不救你儿子！我的宝贝孙子，你可受苦了！”杨雄此时气势已无，有气无力的点了点头。行，杨雪代替他接嫁给你，把我儿子放了吧。不，我不走，爹，我不想嫁。杨雪眼泪瞬间哗啦啦的掉下来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李虎对着在场的杨雄等人威胁道：“这事儿今天算是了了，我三爷一家不和你们一般见识，你们明天最好乖乖的出席婚礼，但要是捣乱的话，老子绝不客气。”回李家村的大卡车上，一群人高兴无比，仿佛打了胜仗。杨雪则一路哭到了李家。回到房间，我看着床上绑着跟个蛆一样的小姨子。杨雪，别挣扎了，你就乖乖等着明天拜堂成亲吧。不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，你这是犯罪，我要去公安局告你。去啊，你有本事就去。我冷笑着朝他走去。重返80年代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，我果断决定去把小姨子抓来替嫁。经过一场恶战，我还是把小姨子抢了回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村民都来帮忙准备今天的婚礼，我便忙前忙后的招呼众人。这时候李虎也来了，与众人打招呼：“三爷爷，那杨家来人了没？”“没来，怕是也不想来。一家人被咱们打了一顿，二丫头还被抢走了，想必是不敢来捣乱。不来也好，他要是来捣乱，我非把他们抓起来不可。对了，弟弟，你那媳妇咋样了？同意见人了不？”闻言我笑了笑：“会答应的。你可要注意方式方法，别逼出人命，不然哥哥我也保不了你。”李虎严肃地提醒了句：“放心吧，你弟弟我一张嘴可不是吃素的，愣是他贞洁烈女，我也能把他说得热情似火。”哈哈，还是我兄弟牛！欢声笑语中，一群不速之人进入了院子，来的正是我老丈人一家子。亲家来了呀，赶紧坐。李卫国是体面人，上前招呼他们。李虎也忙上前几步，笑着招呼：“杨雄老叔来了呀，是来看女儿，还是来大闹天宫的呀？”杨雄闻言脸色铁青：“什么话这是？我们来看看女儿不行啊！”来亲家公，我带你们去里屋，
李卫国老成的多，示意李虎别闹，然后笑呵呵的带着3人进了屋。再见家人，杨雪立马又委屈的哭了。爸妈，我不想嫁。二丫头，我们是来给你撑场子的，你嫁给他李家，是他李家烧高香了，你哭个屁！王红梅不敢当着李家这么多人的面发飙，只能说几句便宜话。我冷笑了下，阿姨，我看是你们家占便宜了吧？二丫头要是不嫁我们家，你们今天就会因为诈骗醉在局子里。该谢谢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，才让你们这么幸运，逃过了牢狱之灾。你小子说什么呢？想挨揍是不是？杨雄听到我的话直接破防了，指着我怒吼起来。我看着他俩露出不屑。咋地啊？想揍我？看看你们父子俩今天能不能活着走出去，我自家地盘还能被你们欺负了。李虎适时的站出来。咋的？当我不存在啊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想打架。杨广赶紧摆手。杨雄心下恼怒，这个儿子真不争气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胆子却和老鼠一样小。杨雄缓了缓，没好气的说道：你看我们这二丫头嫁得太突然了，昨天就被你们带到你们李家，我们还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说，她妈妈有不少梯级话要说呢。我们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娘俩说说梯级话。这李卫国看了看几人，又看了眼孙媳妇杨雪。也行，那我们都出去，让他们娘俩聊聊吧。他也不想在结婚前出事，也许这杨家媳妇是想安抚二丫头，让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。可他老人家还是低估人心了。这边所有人出了屋子，王红梅就抓过来杨雪。他们家没有虐待你吧？二丫头，这都怪你姐，你看我不逮到她，到时候打死她。杨雪心里感动，又紧张的拉着王红梅的手。妈，你报警吧，我不想嫁，我想去上学。你都成年了，在咱们农村，孩子都该有了。王红梅数落起他，然后话锋一转，露出一丝阴毒。不过你要是不想嫁也不是不行，一会办婚事的时候，你就大喊大叫，说你是被绑架的，你不愿意结婚，到时候我们就冲过去带你走。放心，我们已经安排了，你舅舅他们在外面接应，只要你这边一喊，他们也会冲过来抢人，保准把你带回家。你是让我大闹婚礼吗？杨雪吃了一惊，她和家人不一样，没那些歹毒的心思。见女儿犹豫不决的样子，王红梅继续拱火道：咱们家是收了他们3金和彩礼不错，但说好的自行车和缝纫机今天都没有给送过来，他们这是故意的。而且他们昨晚还带那么多人去咱们家，把你爸和你大哥打成那样子，你奶奶气得现在都下不来床。这种小畜生有把我们当家人吗？反正不能让他家舒服了，你就只管闹，我看他李家今天不出笑话才怪。王红梅脸上露出一种狰狞，有一种奸计马上就要得逞的快感。杨雪不知道父母的用心险恶，陷入纠结当中，心里盘算着到底该不该在婚礼上闹事。可我这么做的话，李家会发疯的，他们怕是饶不了我。你怕什么？他们不敢打死你。杨雪听见这话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心想合着打的不是你，你不心疼？王红梅见女儿还在犹豫，不由拿出大杀器。你可是大学生，嫁给李家后，他们肯定不让你上大学，而是让你在家干农活生孩子，你人生全毁了，你不恨他们吗？杨雪瞬间想到了以后的生活，不能去上大学了，天天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，洗衣做饭生孩子，这种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。不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这时候我走进屋子，说完了没？我媳妇还得化妆呢，丈母娘你就先出去吧。哟呵，我可不配当你的丈母娘，折寿。王红梅阴阳怪气的白了眼我，讥笑了下。行吧，老太婆，请你出去吧，我媳妇要化妆了，你别在这里眨眼了。说谁老太婆呢？你有没有教养？你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？我怕叫你丈母娘你折寿，我不是想让你多活几年吗？还是你想早死？我讥讽了句气死人不偿命。王红梅一时间气得心口痛，指着我喘不上气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好了吗？你先出去吧。杨雪有些心烦，等听到有人叫她名字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妈妈已经出去了，屋子里就剩我了，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。你想干嘛？我刚才听到了你妈妈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一会敢在婚礼上闹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刚才留了个心眼没走多远，所以听到了他们母女俩的话。这时候还想给我搞事情，老太婆你是想吃鱼了吧？我也不打算装不知情了，必须警告杨雪，不能让她有任何大闹天宫的念头。杨雪，这婚你必须结，而且必须顺顺利利的，不能给我闹事。如果今天一切顺利的话，之后你爱干嘛干嘛，我都不管你，包括上大学。你说上大学是什么意思？杨雪刚想反抗，又反应过来问我什么意思。她一直以为嫁给我就不能上大学了，只能在家干农活生孩子。可听我的意思，怎么好像她还可以上大学？我理所当然地说，你嫁到我们家，又不是被绑在我们家，你当然可以继续上大学了。上学期间需要什么费用，我都可以给你出，反正只要你今天别闹事，一切都好说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听到可以继续上大学，杨雪不哭了，眼里重新有了光。我知道这个时代的女性虽然有拼搏向上的精神，积极向上的意志，可思想终究有局限性。杨雪这个大学生也不例外。我相信只要给出足够的待遇，她便能隐忍下不甘，乖乖的听话。杨雪，你是读书人，能考上大学不容易，你也该分得清楚是非吧。
你姐姐在婚礼前夕跑了，让你顶包替嫁，确实是逼不得已的事，不是我们强取豪夺，而是你们家欠我们一个新娘子。况且你父母也同意了你顶包替嫁这件事，所以是他们给你做出了选择。恨也该恨他们。杨雪，我可以用我爷爷保证，结婚后你可以继续上大学，我不会拦着你，而我只希望你今天别搞事，给我安安稳稳。杨雪眼神闪烁，咬着嘴唇在思考着我话里的真假。半分钟不到，似乎终于下了决心。万一你事后反悔了呢？我拿我爷爷做保证，你都不相信我吗？你要知道，我不需要和你保证什么，但我可以给你确定一件事：如果你今天在婚礼上乱来，让我们家丢脸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上一世我没有在婚礼当天直接砸了杨家几口子都是窝囊啊，今世要是再来一出闹剧可绝对不行。我话已至此，你杨雪要是还敢闹，就别怪我阻你前途，毁你希望了。杨雪脸色阴晴不定，眼神里有一丝屈辱和恼怒。这个便宜姐夫怎么和之前见过的不一样？性格好偏激霸道，自己能相信他的话吗？新郎新娘还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快出来吧，良辰吉日要到了。我婶婶在敲门，一群人哈哈大笑的起哄。我快步走了出去，重生80年代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，我果断决定去把小姨子抓来替嫁。没想到老丈人一家却准备大闹婚礼现场。正当我准备给杨雄和王红梅敬酒的时候，俩人却摆起了谱。杨雄甚至阴阳怪气的哼了声：“你的酒我可不敢喝。”他们这么不给面子，自然惹得李家这边的人不满。杨雄就是想让二龙难堪，故意不接他的敬酒。我脸色阴沉，低声咒骂了句：“老东西，给你脸了是吧？”你小子说什么？竟然敢大庭广众的骂我老东西，太放肆了吧！他猛地要站起身，趁此机会掀桌子，一只大手突然按在他肩膀上，回头一看是李虎。老叔，今天我弟弟大喜的日子，人家给敬酒呢，不喝多不给面子啊！喝了酒大家都好，别把事情闹得太僵。李虎，我们不接酒你也要管，你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别以为当个小公安就牛了，我表叔还是法院的呢，别欺人太甚。老子今天就不喝这杯酒了，我就要来个大闹天宫，把你们李家的婚礼搞砸。别乱来，姓杨的你最好坐下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来啊，谁怕谁？我不喝你酒还犯法了不成？事到如今我女儿已经嫁给你家了，那我们就不算诈骗了。你能奈我何？我现在就是要借着你敬酒闹你的婚礼。来啊，较量较量！一旁的杨广见老爹终于要发飙了，心情激动无比，刚要起身跟着喊几句，旁边眼疾手快的就把他按下来了。敢搞事，老子弄没你！被按回凳子上的杨广一脸的尴尬，连忙说：“我就是想起身刀个菜，没别的意思。真，我默默给你加油，你继续。”杨雄豁出去了，正要大吵大闹来波大的搞事情，突然李虎在旁边笑呵呵的问：“王胖子是你们侄子吧？他前几天犯了事，打伤了人，我今早在县城正好碰见他，就把他抓进局子了。他说你们也知道他打伤人的事，你们是不是知情不报，故意窝藏罪犯了？”杨雄一惊，王红梅不禁心突突了下。他侄子王胖子本来就是大混子，什么时候被抓都不稀奇，但今天被抓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，那就是威胁了。怪不得上午的时候联系不到王胖子，原来已经进局子。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就是他打伤人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两个老东西赶紧和王胖子撇清关系。李虎笑呵呵地说：“可我听说他经常去你们家吃饭啊，你们知不知道对犯罪者知情不报，刀毙罪犯是什么下场吗？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，说你们是一伙的，判你们3、5年的都没问题。”80年代能在警局混上小队长的人，都是个顶哥的狠人，李虎也不例外。他的狠劲是肉眼可见的那种，让你以为站在面前的不是衙门的人，而是土匪恶霸。不，你别胡说，我们没有包庇他，他犯了罪与我们无关。杨雄和王红梅吓得腿都软了，好家伙，这是摆明着要陷害我们是吧？没事，我也就随便一说。李虎笑了笑，杨雄和王红梅又气又恼，却不敢反抗，憋屈无比的坐回凳子上，充满怨毒的瞪了眼我，然后又瞪杨雪。我心下松了口气，让堂兄提前抓了王胖子，果然是对的。没了王胖子当后盾，杨家底气便没那么足了，想要乱来也掀不起风了。不过倒是没想到，他们打的主意是让杨雪大闹婚礼，好在这个计划也被及时识破，让他们没了办法，最后不得不亲自上阵。确实没想到自己这边提前抓了王胖子，3言2语就让俩老东西没了脾气，一场婚礼闹剧又被化解。一转眼宴席已经结束，乡亲们也都差不多走完了，没想到杨广又耍起了酒疯。二龙，你个王八蛋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看上我家杨雪了？你来我家相亲的时候，我就记得你多看了我小妹好几眼。你果然居心叵测，早就盘算着娶你小姨子的这一天呢是吧？你可真不要脸！杨广他今天喝了不少酒，然后越想越气，他老杨家何是这么憋屈过？俗话说酒壮怂人胆，何况李虎也走了，他便来了劲，特爷们的指着我朝着众人喊：“都来看看啊！这家伙觊觎他小姨子，抢走了我妹妹来结婚，他不要脸！”我飞奔过去，一脚踹翻杨广，开始对他疯狂输出上辈子送给杨家的自行车缝纫机，都被这个大舅哥拿去自己结婚用，自己打官司都要不回来，亲自和爹妈都走了，他还不走，留在我这里和我耍酒疯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杨广被打直接绝情，嗷嗷求饶，我却越打越狠，狠狠发泄着自己的怒火。打得差不多了，我看着躺地上晕过去的杨广，转头对黄毛说：“二子，用你家3轮车把他给我送到杨木庄。”
重生80年代未婚妻结婚前夕跑路，我反手抓来小姨子替假。经过2天的风波，我终于娶到了小姨子。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搞钱，于是我打算卖辣条创业。我带着杨雪前往县城购买制作辣条的材料。很快到了县城菜市场，我花8毛钱就买到了做辣条的材料，满满当当的一大包。这时候的物价是真顶啊！杨雪好奇地看着周围，见远处有卖鱼的摊位，不由说：“我去买点鱼吧，给爸妈他们煲鱼汤喝。”行，你去吧。我还要买人造肉，便让他自己先去买鱼。没想到他刚走几步，突然有人叫他：“杨雪，是你吗？”是个卖玉米的摊子，摊主是个17、18、9的姑娘，长得5大3粗。杨雪认识这人，是她初中同学王二喜，以前经常欺负自己，不过也有年头了。他现在自认是成熟的大人了，所以还是装着大方的和杨雪打招呼。杨雪啊，你命可真好，我听说你考上市里大学了，恭喜啊！王二喜笑着说，语气有点阴阳怪气，让人不舒服。杨雪皱了皱眉：“你咋样啊？好长时间没见了。”我能有啥事？帮家里干活呗。我又美，你长得漂亮，脑子好，能考上大学，只能在家喂猪种地了。王二喜憨憨地说，还装模作样的笑了笑。这次杨雪很确定王二喜就是在噎人，心里有点生气。你自己都不努力学习，怪人家考上大学。他也不打算多聊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可不想给自己找气受。那你卖玉米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怎么不帮衬着点老同学买点玉米啊？王二喜叫住他，道德绑架起来。杨雪犹豫了下，蹲下身子挑拣起玉米。好啊，那我买几根回家煮着吃。他强撑着心里的不快，打算买几根玉米。挑了5根玉米后，他让王二喜称了下，问：“这些多少钱？”正想掏钱付账，只听王二喜说：“算你1块钱好了。”杨雪抬起头，震惊地看着他：“5根玉米1块钱，你抢钱吧？1块钱都可以买1口袋玉米了。”王二喜装无赖地说：“就这个价啊，我这可是好玉米。好玉米5根也卖不了1块钱，我不买了。”杨雪生气地站起身就想走，他这分明是想坑杨雪。王二喜立马拉住他，急赤白脸地喊：“咋地呀？成了大学生就牛逼了？说不买就不买啊？苞米皮都扒了，你不买了？你不买我卖给谁去啊？不行，你必须掏钱。”杨雪没料到与以前相比，王二喜更过分了。上学的时候就联合其他同学欺负自己，现在还想强买强卖。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！大学生买玉米不给钱了。见大家都望过来，杨雪急得不轻，却无法挣脱王二喜的手。王二喜眼露疯狂：“臭婊子，以为考上大学了不起啊？你从小就看不起我，以为自己长得漂亮，学习好，皮肤白，所以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是吧？呸！你就是一个贱人！”杨雪委屈无比，明明是她看自己漂亮，经常欺负自己，怎么恶人先告状啊？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！不放，我就不放！这时候突然一声大喝，一道身影凌空踹向王二喜。王二喜瞬间倒飞出去，二龙可没打算放过他。马德，欺负我老婆是吧？强买强卖是吧？老子打死你！王二喜叫的和杀猪似的，周围没人敢上前。杨雪上前拦住二龙：“别打了，她是女人。”我抬起的脚愣在半空，仔细瞧了瞧脸上有鞋印的王二喜，然后继续踹。马德，长这逼样，老子还以为是个男的呀！操，女的照打不误。别这样，二龙会把他打坏的。杨雪虽然感动二龙为自己出头，可也怕他打伤人。我没管他，依然拳打脚踢王二喜，直到打累了，这才放弃打王二喜。眼看周围看客越聚越多，我朝着趴地上的王二喜吐了口痰。马德，今天放过你这奸商！我指着死狗一样的王二喜对周围人说：“这人想占我媳妇便宜，老子揍他天经地义。”有不明所以的路人闻言，露出恍然的表情，随着投来了敬重的目光。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杨雪怕出事，赶紧让我走。我提起地上买的调料，牵着杨雪的手挤出人群，走出菜市场，杨雪才松了口气。你怎么能打人这么狠啊？我以为是个男的欺负你呢。放心，我不打媳妇。杨雪哭笑不得之余又很感动，想到王二喜的惨状，她有一丝爽快，又有一丝担心。我那同学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我都照着屁股肚子踹的，死不了。二龙上辈子为了赚钱，他当过拳馆的陪练，知道人身上哪里打了没事，哪里致命。别看他打得狠，却都是腿腿到肉，踹在肉多的地方，疼是真疼，但肯定死不了。你材料买好了吧？那我们赶紧回家吧。这离晌午还早了点，咱们去找我胡子哥，我找他有点事。那边死狗一样的王二喜终于迷迷糊糊的醒过来，只觉得脸疼的仿佛不存在了似的，几滴泪水不由顺着凸起的肉流下来。我要去告你们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我刚到李虎办公室与他商量银行贷款的事情，没想到王二喜却来报案。李虎走出办公室，便看到鼻青脸肿的王二喜。兄弟咋回事啊？被谁打的？我是你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看出来。李虎尴尬的笑了笑，然后生气的指着王二喜对其他人说：“你们看看，既然把一个女孩子打成这样，现在的黑社会太猖狂了。咱们前几年才严打过，现在又死灰复燃，我看还得再严打，把这些坏蛋一网打尽。”大厅的普通群众听见如此青天大老爷的发言，不由纷纷鼓掌。王二喜见状也感动不已。谢谢同志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抓到那对大坏蛋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抓到那些小流氓，把他们绳之以法。李虎正气凛然地挺起胸膛。
随后一名小同志问：“你说你知道打人的叫什么名字是吗？”“是的，你的叫杨雪，男的我不清楚。”王二喜眼里充满憎恨地说。这时二龙和杨雪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王二喜骤然见到仇人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激动的语无伦次，指着二龙和杨雪喊：“是他们，就是他们打的我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”“不是吧？你确定？”李虎惊讶地看了看三人。“就是他们打的我有现场证人，有很多人看到了他们打我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”二喜气得跳脚，指着杨雪破口大骂：“小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等着进监狱吧！”然后又指着二龙喊：“还有你个小王八蛋，你也进监狱吧！你们一对贱货，都去死吧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这时候一道身影冲上前去，一巴掌扇王二喜脸上，咒骂道：“给你脸了！老子今天弄死你！”“救命啊，长官，打人了！”李虎也上前，一边帮着挡住同事，一边偷偷掏了几拳王二喜。随后李虎又赶紧装模作样的拉开了二龙。瞧周围人都看过来，不禁义正言辞地说：“住手！二龙，虽然这人打了你，你还手属于正当防卫，但你不能在这里打人，这是不对的。”王二喜他没想到二龙在这衙门也敢动手打人，他认为这人简直是个疯子。“你们看到了吗？他又打我了，你们还不把他抓起来？”二龙早有准备，指着王二喜说：“他污蔑我，还骂我和我媳妇，你们都听到了，我要告他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”一个小同志皱起眉不悦地说：“同志，你当我们眼瞎吗？我们明明白白看到了一切，你可不能把我们视若无物，颠倒黑白。”杨雪露出一丝担忧，知道今天不能善了。“对不起啊，王二喜，我们愿意赔钱，你看可以吗？”王二喜见杨雪想赔钱了事，眼里不由露出一丝兴奋和疯狂。“我不要赔钱，我要看到你们坐牢，尤其是这个男的，必须抓起来坐牢。你杨雪要是坐牢的话，怕是会被大学退了吧？”二龙见王二喜一副马上大仇得报的表情，不禁冷笑了声，对李虎等人说：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？因为他坑人，他摆摊卖玉米不假，但他5根玉米卖给我媳妇1块钱，还想强买强卖，拉着我媳妇的手不让我媳妇走，我这才一气之下打了他。5根玉米1块钱，你们说我该不该打他这个黑心的奸商？”此时众人听完他的说法，顿时恍然，全都望向王二喜。5根玉米卖1块钱，真不要脸！1块钱能买1麻袋玉米了，5根玉米顶多1毛钱。你咋好意思这么坑人的？刚才还义愤填膺的小同志，想着不管如何都要拿下二龙，不能让打人者如此嚣张，哪怕他亲哥是我们队长也不行。但此时听了原委后，他再看王二喜，只觉得这女人咋地这么丑啊！李虎眼前一亮：“王二喜，我问你，我兄弟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”他怒目圆瞪，威严无比。王二喜见情势逆转，所有人瞬间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，立马腿都软了，拼命解释：“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想和他开玩笑的，我和他是同学，我没想坑他。”李虎大手一挥，让人带走王二喜，然后对看戏的众人严肃地宣讲：“诸位放心，我们不会错抓好人，同时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，这种黑心商人我们也是见一个抓一个，绝不留情。”王二喜一农村人，哪里进过局子，一听要进局子，立马把前因后果说了出来，也不要什么赔偿了，只求坦白从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二龙也不是真想让王二喜进局子，也就是吓唬一下他。随后骑着车子带着杨雪回了村子。接下来的1个多星期，杨雪几乎见不到二龙人了，因为他天天出门，一边要往县城跑贷款，另一边还要找人购买制作辣条的机器以及找厂房。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敲定了一切，终于迎来了辣条厂开业的日子。威龙食品厂开业这天，请来了不少人，村子里的人自然都悉数到场，还请了县里的领导。县领导笑呵呵的语重心长的对二龙说：“你要好好干呢，咱们国家正鼓励年轻人创业，县里可给你贷了不少款，你不能让国家失望，让县里失望。”领导放心，我肯定办得红红火火，多交点税。很好，你有这个觉悟就好，千万别偷税漏税。好的，领导，我一定不辜负众望。应付完县里领导，还要接待各个供货商，都是来捧场的，二龙得照顾好喽。正当二龙带着众人参观的时候，一个黄毛小伙飞快地跑向了他。二龙哥，不好了，你们家大门被一群人堵了，